我嗨，我是一宽。今天我们来看看焕然小熊他们在韩国的打歌舞台表演。因为今天这个奖评会非常的精准，毕竟它没有经过 MV 的包装跟剪片，所以任何破绽啊或者优点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开头一个呀呀呀，然后这个焕然的手收，好像之前看 MV 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个很好。但我会更期望不是更期望感觉目标非常的远大。我会非常期待他们之后的舞蹈也能够稍微加入这个手，因为我会更有焕然的连结。毕竟我们台湾观众如果知道焕然的话，一定都很清楚妙这个手，对不对？后面如果有说会更好。我现在觉得他们的这个表情的调整可以稍微小分配，因为开头 C 笑容非常的漂亮，他定得很好，但后来到其他人，有些人的笑容是突然的，对，不是一直。那其实 C 他基本上一直整体的 image 不够具体，当然个人的话都 OK， 但因为整体你会看一个平均高度，那这边表情我就认为稍微少一点点。现在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一点，人设跟服装跟表情还有舞蹈动作加起来想要呈现的感觉是什么？要可爱的吗？还是要性感的？因为现在我会有一点点分不清楚，比如说我现在随便一个暂停的画面，会发现左边的人笑得很大力，但中间的人有一点酷，右边的人好像在等待，在等他出场的这个时机，我就会感觉有点不协调感。对，那因为他们的服装也落差很大，可能因为每一次舞台不一样，所以这次服装我比较没看到一个统一的 image。因为音乐有一点辣，但有些人感觉又有点可爱，所以整体到底是可爱或者是辣，我现在有点抓不到这个方向。但我可以很确定的是，他们非常的 K-pop。玉刚才的表情不错啊，我发现玉啊，他不止酷的时候让我觉得好看，他连笑起来都有一种莫名的魅力。你们知道有些美人，冰山美人，平常都不笑，但他突然笑，你就会觉得，哎呀，刚才就没有很明显，怎么办？我这样，你要邀请我讲他们影片，然后几乎都要讲缺点。就刚才他们这边渐层嘛，从最右边到最左边嘛，这样渐层过去，到了第3、第4位的时候，好像有点重叠到 timing 好像没踩好，可能第一拍不够大力，就会让人看到粘在一起的感觉。刚才有一个合体嘛。然后手推出去嘛，中间的蹦蹦这样做嘛，让副歌跟 B 段，因为他们应该是 A、B、C 3段，让 C 段的前面的4拍有一个凝聚力，然后镜头也是切换到他们。副歌这个动作应该他们的辨识度最高 hook。我们请我们的在日本拍过很多艺人 MV 的导演兼摄影大大，你觉得这个副歌的 hook？你觉得怎么样？好像没有那么清楚哦。你觉得没那么清楚？它是张开还是握紧？它是这样进来吧？还是这样出去？这样我也没看清楚。它是这样。张开了，对，音乐的口这样，对不对？我客观的觉得应该是要讲主观。对，他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太细。他做副歌的话，他要看得清楚，要让人家看得出来说他到底在意什么。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够清楚吗？对，因为这个都很主观啦，也有可能我们到现场或他换个角度拍，我们就会觉得很清楚。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是 OK 的，因为它刚好是噔，可是它是有2个重复的架构，但你不能都做一样的动作。你第一次也这样咚，第二次也这样咚，就都一模一样，所以它是有做一个小变化，有一个喵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是还可以啦。
所以他这样子的动作啊，因为他有很多这一类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的镜头镜位有没有带到好看的角度，那第二个这个手会因为服装而产生很多种不同的风格。你如果穿全黑，这样做起来就比较酷。现在彩色就看起来比较青春。你如果穿很hip-hop的话，做起来就比较hip-hop，其实也不会比较hip-hop，就不同感觉啦。最好的编舞就是你让你的动作设计会用在不同的服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打歌舞台是很可怕的，日韩的打歌舞台。因为那个现场的气氛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台湾通常比较轻松一点，你上台加油 ，Go！ 其实日本或韩国是很紧绷的。为什么我知道韩国？因为我做过韩团嘛，那我现在在日本嘛，所以其实要看到他们在上面这样子能够跳舞，我觉得很难。我不认为台湾可以随便找一个女团丢到韩国或日本就能够上打歌舞台。日韩也会看你的资格到不到，你的水准到不到。所以他们这边呢，话说回来，虽然我认为玉的表情并没有做清楚，因为 Sing 他一直都在跟玉去对看，他想要表现出笑容，让玉或许跟着笑。那两个人互看对笑，只要有1秒，感觉就成立了。是唱现场吗？日本这种都要唱现场，对不对？日本好像唱现场。好像日本不能对，也不能半麦，听起来像现场。现场的话，真的是唱得还不错，就是。如果说这个是用现场的话，真的很轻，这么稳，就像录好的一样的，非常厉害。应该是现场，因为刚刚小破音了一下，可以唱到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这边阿雅口他做一个的动作嘛，我觉得这个动作不适合他。我不是说这个动作不好，我是说不适合他现在的服装跟他的这个发妆，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偏上半身，但因为阿雅口上半身很小。所以这样做起来，旁边刚好有要走位嘛，就会觉得他有一点看不到，除非镜头特别抓他。刚才 Nico 的表情做得很好，有一个 Nico 从旁边过去，然后看镜头的那个脸，我觉得做得很漂亮。哎呀，真可惜呀！他副歌这边很多段这个手嘛，我觉得 OK 啦，因为后来看习惯就稍微有印象。后来他有一个变成一个横排的大家跳一样动作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对，因为大家跳一样，又到前面一横排，要让气氛带起来。特别这边已经到了后面，然后舞台也喷了这个蹦嘎。对，那这边我认为他们力量好像没有炸出来。他们那个起承转合，这边剧本没有瞧好的感觉，或他们现场太紧张没有做好，会突然找不到最后要替他们尖叫的点在哪里。因为我本来看到之后觉得我要然后结果还好，因为力量没有用得很彻底。结束了。他们真的进步很多特别是那个阿雅口跟Nico跟圆圆跟玉跟阿用跟 C。特别我第一个觉得哇，进步好多的是阿雅口，因为他真的之前我常常觉得他在状况外，可能到韩国要求比较严格了，就没有什么不要不想的，都一定得做到。好，来看第二个表演哦。开头准备表演之前，有一个站最后排的人好像要帮前两个人调位置，他的手往前面拉两个人，这个拉我觉得不好。对，也有可能原本的队伍就排这样，就是你开头要一个架，但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我以为是他说你要站旁边，你要站旁边。对，那这个其实在舞台上是尽量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应该说每一个人就站定位就不要动，不要有那种你过去你过去你过来，真的会感觉业余。
这一支的服装我觉得很好，跟上一支比的话，因为上一支感觉太花俏了，这支就有一种整体感。它这个架这边，然后抓嘛，然后后面呢？这个手啊，因为他们出来了2遍，那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脸的旁边嘛，我个人会觉得可以考虑，不一定非得那样不可，因为可能形状会变，可能可以考虑是往外面的，对，或者是你是看旁边这样做的，而不是这样，因为你会少一个视觉的延伸感嘛，因为你现在只有这样，跟这样是完全不一样，或者这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知道啊，就可能要现场看才感觉得到，但荧幕会感觉张力不够。这场比较好，整个感觉看起来就是比较顺眼，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跟舞台也有关。虽然这个舞台跟上个舞台不同，其实上个舞台旁边还要写繁体中文，写幻蓝小熊，就觉得哇好嗨哦！台湾的繁体中文被带到韩国了这样子，就觉得哇好像台湾之光一样。但因为这个舞台的色调比较平整，你看后面都偏紫色，地板也偏紫色，他们刚好穿蓝色跟白色，你就会看到很凝聚的色彩的力量。你不要看看这个感觉，整个都是蓝蓝的，蓝蓝，因为他们人就蓝蓝的，他们叫幻蓝小熊嘛。对，然后后面，对，有感觉变强吗？在设计上面好像这一次的会比较，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个舞台。刚才那个感觉是更青春活力，然后穿宽松跳 hip hop， 这个跳比较帅气，比较利落。那你觉得他们的表演呢？如果搬到台湾的舞台怎么样？因为台湾很多舞台都是那种红地板，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欢迎什么市长。哇，这个鲜明度，整个团体的感觉，对，会更跳，更有特色啊，特色呢？特色真的是台湾人要去找的东西。这边还是有一样问题啊，就是你看这边他会不会第3个、第4个人好像跌倒？感觉就好像第3个人的渐层跟第4个人渐层在低下的时候2个人都低的，但其他人都在做高的，他们2个人却低，不知道这是故意的还是？这样子非常细微，真不愧是一宽老师。我目前看下来，觉得他们的该讲优点还是缺点，就是他们不够，以华人角度就是不够怂，少一个华人看得懂的味道。当然他们都很厉害，像台湾人很向往的，就哇你们要跟韩国一样强，他们做到，但好像少一个台湾人的喜好。如果说你看他们6位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是让你比较印象最像主角？再看一点。也有可能他们想要的方向会是也很有整体感的表演嘛，然后之后再让粉丝来说我要选谁这样子，确实好像还少一个走在路上我会认出他的那种感觉。对，但他们一整体一表演，我就会知道是幻蓝小熊的风格。刚刚那一段他们就是很明显2个人没有要互看，就应该原本就设计好的，就是一个看前面，一个看旁边这样子。我个人会比较喜欢2个人有互看，因为其实他们前面有很多的表演都在看前面的，还是看前面我会觉得面向可以换一个这样。你觉得是谁？韩国女生，她叫阿用，那个用要很大力，阿用，对，她很稳，老将的感觉。
刚刚他这一位阿亚口，他在中间做那个，你会因为他做这个动作特别注意到他吗？不会，对不对？可能他这整首歌的形象就是要很女生，因为这首就是很女生的表演方法。但确实这个动作没有让他加分的，我觉得。等下这个一定要讲一下，他脚这样站，下一位的脚这样站，中间这位的脚这样站。像你这样看，他们3个人站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你会觉得乱吗？位置站太挤吗？还是？应该不挤，因为他们有前后。对，然后有一个脚的间距嘛。最左边的那个人站，他连后脚都弯了，但中间这一位他的脚直的，然后这位脚直的，但他的腰又没有提出去。你要很有个性呢，让每个人都不一样呢，还是要很统一呢？因为很统一的话，这边就不成立，因为他们3个不统一。但如果要很有个性的话，他们应该从最开头就让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他这边是没有做错嘛？说他动作是第一位，他是做的比较标准，就不晓得谁才是标准版。哦，也有可能中间才是标准版，因为2个都做错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出现。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确定的，最右边的阿佑，他一定没错，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大概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说谁有把动作做标准，谁可能没有。会有这个先入为主观念。像这一团的话，我就会觉得中间这一位他可能做最标准，因为他是里面最会跳舞的。刚刚怎么了？我也知道他们的问题了，因为我看到的韩国女团，她们跳舞的时候都比较有力道，她们感觉比较软一点。有可能是舞风的问题啊，舞风哦。因为比较有力道的舞，可能那个动作，比如说 A 点到 B 点嘛，他们可能都是这样用力，那力量就很清楚嘛。他们都是跳这种，比较对这种，然后比较柔一点，对，比较难看到胖曲点。通常会变成用头啦，但因为他们要唱歌，一直这样头也会很奇怪，就可能他们这支舞想要呈现就是很女生、很 girl crush。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对，刚刚那个 Nico， 他才15岁。15岁。鬼灵精怪，没有做这个跟年龄无关的，但是他15岁，这个做这个还蛮可爱的。他们才练习半年而已。差不多吧。后来到韩国训练大约半年。对，半年可以到这样子，算是很强。因为有一部分也是像韩国，他们都要住在宿舍嘛，然后一直上课嘛。那韩国你也知道，上课其实都是用骂的嘛，跟日本其实很像，日本也是用骂的，才不会好好讲话。他们要在有抗压力的情况下，还要保持进步，好好的做表演，状态又不能崩掉，然后上韩国节目为国争光的，其实是这种感觉啊。当然有可以更调整更好的地方。我觉得最需要去加强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是人设吧。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设还不清楚啊。我们撇除什么歌唱、舞蹈啊或音乐什么的都不讲。我个人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假如有古装剧要找女角，我会想到其中的戏。或者突然又有哪部剧缺乏一个会骑摩托车的女孩，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但我如果一直看他们，我可能会挖掘到，但我不会马上第一个就你。对，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还少一点。但因为韩国艺人的做法跟台湾或日本也不太一样。韩国会比较是一整团，然后推出去，就一个团为一个单位这样子，然后我推这一团，他推那一团，然后看谁比较红，是以团为个体在经营的，所以可能那个风气也不一样。对，或许因为这样就没有特别做台湾人习惯的人设设定，但这样或许也能够得到台湾人的喜爱，因为这个目标嘛，其实也不错，就给台湾插了一个标杆这样。好了，那今天就。谢谢各位，没有，我干嘛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 Tomo 导演。对，今天有一个在日本拍过很多艺人的 MV， 还有很多广告的朋友来跟我一起看这个影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他表现也不错，当然有可以在更好的地方。如果要我打分的话，在台湾达到了95分，甚至到98，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到日韩的话呢，我好像上一集有讲过，日韩的话标准又要再往上拉很多的。总而言之，他们是这半年有进步，然后他们公司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他们，给他们很多资源培训他们。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本土的好团，
谢谢各位。